所有喜爱排球的观众，大家午安。在气排19年的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当中，11月12号，我们在新北的新庄体育馆要来看的是极鹿超跑跟新北中仙的比赛。那今年的整个战况啊，极鹿超跑的状况可以说调得不错，补强，还有呢，整个团队几乎把每个洞都补起来。前面几场球哇，打的真的是让对手有一点点是刮目相看啊。那在今天要面对的新北中仙，今年也有不错的补强，当然。在上一周少了一员大将 Bree 的一个脚啊拉到，那也让整个攻击的火线上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不过这个不幸中的大幸是他只是有点拉伤啊，没有太多的问题。那在现场，当然重点除了这个新北中线啦啦队之外，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梦话跟我们一起来看球。梦话已经是连续2周在北部的赛程都有在场边来观战了，没错。今年的这个超跑会让你感觉起来，哇，那个战力好像调得很好、很快，而且有几位老将的表现真的是，应该是用老当益壮4个字来形容。对，毕竟因为其实那些老将跟我都是同年，所以我其实有看到他们在那边这样拼搏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感动的。哦，你是感动吗？感动，对，感也想动，可以吧？对。不过讲出来就是说。当然有在讲说，比如说真的是几位老将搭在里面，如果说还有那个很强的一个动机的话，那让整个团队的那个战力可能因为有更好的经验啊，那如果体能状况各方都不错的话，这个打起来确实是感觉起来更有几分的这个沉稳哦。没错，尤其像超跑他们今年补进了之前的小轩，就是也是算是我这一字辈的，就是也是很优秀的自由球员，以及怡珍，他也是我们这一辈就是也是很优秀的举球员，所以他们今年的补强是整个队的感觉是非常流畅的哦。呀，那当然在整个新北中线的部分来讲，其实今年也有不错的补强，不过当然补的就比较多是所谓的年轻的球员。没错，那这个的差距就在于说要多一点点的时间去磨合、去成长啊，去累积一些东西，对不对？对。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期待一下，这已经是2队在今年的第2度的交手，看看今天的这个比赛会激起什么样的火花。当然，在前一次2队的交手，极鹿超跑是3-0击败了新北中仙啊。那这是2队在今年的第2度的交手啊。那新北中仙连续2周在整个新北市新庄的一个主场活动啊，今天也会持续来进行。那也希望今天在现场能够打出精彩好球之外，也能够有更多的活动。其实新北中仙还蛮多的活动，他们的跟台北 County 啊有一个联名的一个活动。那当然这里面包含什么剑玉排球啦、平衡木运球啦、模仿艺术啦，还可以追踪他们的 IG， 再加上 County 的活动跟所谓的这个新北中仙，那你去参加这4场活动，应该就有一些小奖品可以拿回家。哦，其实我觉得现在本来就应该是要多推广这些事情啦，然后让整个运动赛事是更活跃的。而且在这个礼拜之后呢，下礼拜就要来到的是凤山，没错，凤山我们也蛮期待的啊。好，基本上在今年的整个气排的状况哇，这更加的扑朔迷离啊。一方面也是各队的整个球员的一个调整哦，那这个调整有些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补的刚好到位哦，那个真的打起来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哦。对，尤其是有补到刚好的洞，那个洞如果补足的话，整个队就是可以打得更活跃。不过刚刚呢，梦话也提到了，在整个超跑，当然今年补强当中最大的重点是举球，又有一个我们以往所熟悉的球员回来，杨怡珍啊，那他的整个举球，这反倒一个很大的重点，让 Bronco 也就是阿累啊，他真的在所谓中间的这个突破上来讲，哇，给了各队很大很直接的威胁。没错，尤其是在来回破的时候，怡珍是非常敢使用快攻的不管是球贴网或是或是有点开网的状况下，他还是都非常敢去尝试做快攻，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应该也是各队要去注意的哦。其实有些时候讲在已经讲的再夸张一点，他差不多是3米线附近，不管多开网，他快攻就出去了。这我觉得他就是有经验吧，因为其实像开网的快攻。虽然对，没错，在他们可能会攻击上会有点难打，因为开网球你要打快攻，其实角度是不好去取的。但是反观之，其实在对方的拦网上，其实也是不好去抓的，因为通常在对方拦网准备好的情况下，球开网就不会拦，但是他敢举的话，攻击手就好突破。
对，而且讲再要来看一看两边的先发的名单 ，Branco 在今天一样是他的这个主要的中间手，搭配的是陈怡如。然后呢，在杨怡珍的部分举球举队呢是阿飞，然后两位主攻手分别是蔡佑群还有17号的刘双林，这是在整个极速超跑的先发名单。然后再来看看新北中先的先发名单，今天排出来的先发举球是谢静莹，举队呢是黄曼雅，然后呢李贝尔跟8号的 Mira 是两位的主攻手，中间的部分包含5号的岳玉文，还有13号的 Yuria， 在整个搭配上来讲，两名洋将今天是同时上场哦。对，因为今天 Bree 也是在休息的状态，不过能够看到他在场边这样子帮球员选手训练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蛮开心的，至少他的上次的脚伤是稳定的哦。呀，没有什么太大的对这个问题，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啊。对对对。哇，里贝尔这球有点可惜啊。对，4号位这球没有包到球啊。两队可能也因为前一场的4局大战，其实也中间隔了2个多小时哦，相信他们可能还是要慢慢的热起来哦。这球发短了。其实外籍选手像卡拉，像 B 都是因为家里有事啦所以他们都跟球团请假所以说在今天的一个极速超跑里边，并没有卡拉在场上对，这一周，对，中间的快攻，好球。对，像怡珍就很敢举快攻，在怡如这个部分，怡如姐啊，对，她是比我大的姐姐，对，怡如姐其实她的经验也非常好。你卖港人公姐姐，你都怡如的后没办法场上目前就只有一个可以叫姐，我还是要多叫一下。那她不是这个就衰。Mira 这球，这球，看起来是平淡无奇，想不到。对，稍微在防守上有一点出现了问题哦。这只是勾一个手腕，只是反倒这球没能够把球给顶起来这是杨怡珍的一个稍微的一个闪失。哇，真的是今年的阿飞真的回来之后状况调整的真是不错没错，其实昨天我就有在看他的比赛了，然后我觉得他整体的感觉是很棒的哦。他虽然说现在目前还没有很用力打、很用力跳哦，对，只是他的经验非常好，他在看哪里有洞，在打哪里是非常准的。钱一如的发球。这球接的有点过头了，对，其实，在网上的这种争球举球就必须要有比较多的经验其实球有点过头，你或许可以做个收手的动作，对，避免就是自己造成犯规。还是没有接好。打长，这球想要争取的是个touchdown吗？没有。不过还是有提出挑战。拦网触球。刘双林本来也就算一个球质重的一个类型的选手对。那这个球看看有没有有出位哇，台北、新北的天气也稍微又冷了下来对。哎呦，有人买碰气的这个大毛巾，拿来刚好能够加油，还蛮可爱的对。好，我们来看这一球有没有触到？有对，哇，稍微中指的部分有稍微动了一下。对。就刚刚有球迷在问说，庭如有庭如在只是没有上场而已。对他好像有一点感冒。应该是有点小感冒。对。裁判可能还没有吹上。没有鸣笛对。
放短。哇，这个想要用力锤的前排中是197啊。对，所以在双零的攻击部分，可能就要先避开中间手197的拦网哦。优雅的身材，197公分，70公斤。吞了下去啊！这球队就这样啊，你不管你的编码看起来怎么样，如果有人受伤啦，有人请假啦，你又要去调啊，那有的时候真的是蛮花时间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都会自己选手自己都要有自知之明。我讲有点严重，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有那个自律性啦。对，因为毕竟排球是多人运动，不是个人项目。哇，真的是林启龙真的好鬼啊！对，还有。哎，这球是不是先落地嘛？因为中线想要挑战哦，球先落地。对。新美中要挑战的是这个球先是不是已经触到了地板了啊？好，现场的球迷在。今天哇，这几乎超跑也是啊，都有他们的加油棒啊，看跟他待会双方可以稍微校正一下、啊。对。开心啊！对，今天发现很多小朋友都有来。呀，来看一下刚刚这个球，哎，应该是对，没错，是在整个手的上面，对，在整只手的上面，整只手的上面，没错。所以球是在整个手的上面。不过像华玉老师可能就还是有点疑虑，不过没关系，还是可以再加油。靠王。哈哈哈！这个球硬是被谢静怡给压了回去啊。4-7。哇，这个球完全飘过头了。哇，阿飞放掉，说这球对，从网子硬是给滚，刚好是掉在了界内啊。其实今年在看超跑比赛的时候，其实我有发现他们比较多像是有点像是懊恼，但是我觉得这个懊恼是好的，就会想要去改变，去想说怎么样让球赛更顺的进行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对。恭喜来打球，就到来你要秀球了哈，对，珍惜每一个机会了啊，对，不能随便让他过去。没错，6-8，哇，真的是高啊，居高临下的发球，开网，哇，这是这一周。整个超跑最可怕的一个模式啊，攻击不管是往前、往后啊，他的这个开网单脚啦、平行快攻，哇 ，Franco 真的是有了小杨进来之后啊，哈，没错，举球整个变得很活跃哦，啊，如鱼得水。后排靠网球。哎呦，谢静怡很聪明啊！对，其实静怡她这个部分已经有蛮多次的尝试，都是突破后面哦，所以在前排的大炮手拦网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那其实因为中仙的之前举拳其实都是挺乳哦，不过他最近也是这周感冒，所以今天其实是换了静怡来举球。昨天还是稍稍有点不顺，那看今天他们调整会怎么样？呀，贝尔这球打他就要没成。哇，第一时间是很敢配哎。对对对，主要是我觉得快攻手也很信任他。 每一颗都会去跳的话，那举起来都会很好处理的。因为其实，在来回波举快攻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哦。10比7。顶起来，哨音响。触网。啊，应该是陈怡如。对，如姐的脚可能有踢到网子。对。 8比10啊，2分的差距。哇，这个发球还是想要压得很平啊，还是差了一点。小球有，刚好界内，刚好界内，好球。哇，其实这几场的黄曼雅其实也大多都是替补，今天担任先发啊。没错，我发现对今天，因为其实他一直都是扮演就是我觉得他是上场就是很有火力的一个选手，所以我其实蛮期待他今天的表现，因为他打的先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八股的地方可以多突破。9比11。 哇，真的是，对，小杨在配球，那个重点是那个秋水啊，整个节奏感、流畅度都非常好，而且球的到位率很高，没错，而且重点是他也是那种手指很有力的，所以那个最后停球出去的那个瞬间的速度是快的，都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对，确实，软柔的，可是那个球又很到位，而且打到球之后，球还是往上再走为主。哦，打一个塔吉奥很清楚啊！你看到整个刘双林的一个出手的动作，摆明就是要塔吉奥。哇，这整个很快又把节奏给加快之后，分数又形成了4分的差距。现在是新北中央暂停9比13。不要2个人的时候一直想要往内，要看着10号，不要一直往内。加油！加油！再来！加油！好，又看到了我们的超跑大乐队哇！其实他们真的没话讲，每一站哦。 超跑的比赛，我在彰化，在任何地方就看到他们几位，就是自己有车，然后就是哇，一个 bank。对呀、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其他那个，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是他们那个曲子也很洗脑哦。对。暂停过后，13比9，陈怡如的发球。 哇，这球给谁有点不是很清楚。Mira 这球还是被对方这个球被压了过来。不过今天的中线其实跟昨天看起来比较不一样，是他们今天多一点声音跟互相的连接哦。昨天确实是有一点在低气压当中哦，相信昨天可能有开个会，稍微讲了一下彼此的感觉，可能就是还在慢慢磨合中啊。 放短，哇，真的是哦，两边现在比较大的差别。当然了，
其实，在整个新北中线的 Mira 的整个出手的模式，比较是包球为主了，比较没有那个直接往下扣的动作，所以那个整个磅数目前看起来好像对超跑的这个威胁性没有到那么的大啊。因为说实在，目前中线打的很多都是修正球，对，所以 Mira 他可能在攻击的时候是有疑虑的，对，所以现在也很考验着中线整个接发或是防守球的到位率。 才能够去做一些组织进攻搭配。哇，麦高，哇，真的是麦高，这个硬是被阿累给顶过来之后，反倒形成了新北中线那么措手不及啊。对，这一季看到阿累在打球的时候，其实。 他变得更有自信了，更想要去取得每一分，然后得分的时候都是非常觉得跟去年来讲就真的不太一样哦。感觉上有把这个实力充分发挥的感觉。对，哨音响是怎样？可能是踩线。踩线吗？对，大送。踩线。 10比16。哇，这球磅数有，救的也漂亮，再来，再给。哦，还是吞了下去。哇，今年你看到真的是哦，几乎超跑补了3个点啊，一个自由，一个主攻，一个举球，都有它的立即效果哦。没错。 龚诗文这球放软，稍微大了一点，对。有时候这条就真正给扫了，对吧？这球可惜了。对他可能主要也知道中间的 Yulia 很高嘛，他想要打一个直线 touch out。11比17。 哇，这真的是最可怕的一个搭配模式啊！对，说实在，他也没有很用力的攻击，他也只是打点哦。真的是小杨加入之后，对阿累真的是如鱼得水啊！打长线可惜了。还是稍微过头了，这球出界啊。还是一样啊，在这阵子对方攻击给的压力跟自己攻击的失误，也让分数还是被拉开。现在新北中喊暂停，11比19。 上位的时候不要乱跑。好。这个可以。其实现在对新北中间来讲，比较辛苦的在于说，攻击没有一个真正的重心。没错，没错，对，其实各队都有攻击的重心哦。那现在其实，在中线的部分，其实他们的防守是好的，有齐荣，然后贝尔其实在后排防守都是不错的哦。那现在就是要看举球员这边要去怎么应对，用一个中间手去牵制对方的拦网，然后来做搭配。 齐荣这球救到贝尔，哇，又想要最后要转直线，还是慢了那么一点点啊。对，以及我刚刚原本最后一句很想要补说，其实他们攻击手的失误率也是偏高一些的。尤其像这种修正球，其实自己打失误，其实跟就是打挂网的失误跟鳌赛的失误，其实那时候的整个队的心理是很不一样的哦。罗尚文这个跳发稍微大了，球出界啊。
哇，这个时间差没打死。贝尔后排啊，这个球点没起来。对。其实真的要好好的发挥 Yulia 这个高点哦，可以以她的攻击就是来搭配整个两边长球，去吸引对方的拦网啊。嗯，蔡友群的整个出手也是让这一球拦网的部分呢，还是那个 timing 掌握不到，又是给吞了下去。就现在整个新北中线道是比较辛苦，就是没有办法整合出一个比较严密的一个战力哦。哇，这单扣都抓到，再给贝尔。哦，这球漏掉了。其实这样子也是好啦，稍微改变一下攻击的节奏跟速度，也会造成对方的一些混乱。这有球迷讲说曼也要跳出来，其实讲在每个人都要跳出来啊。现在就是没有一个攻击比较稳定的主力啊。对。马上跳出来了，曼雅跳出来。对，真的，我觉得有一个人得分其实是重点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更重点的是大家有没有跟着这个得分而引起那个效应啊？对，如果你一个人得分，一个人快乐，其实没有用，应该是整个队要一起去运作的哦。有这球还是在节奏上呢没有掌握好，可惜了。对，这颗球启用的修正也是稍微偏低了一点点哦。好球！哇，再来！好，终于，一个强势的进攻，贝尔。对，其实，在贝尔的攻击上，他其实可以多选择一些 touch out， 就是拦网中间的去打中洞的球，或者是利用对方中间手拦网跑过去拦网的时候去打中间的手。中间手球其实很容易打touch out哦。守起来。阿飞还有吗？哎呀，后面补位还是来不及了。哇，所以你看呢，现在整个超跑的整个攻击，每个点打起来都算起来都得心应手啊，打起来都很松啊。对，包括补偿的怡萱在防守的整个几个险球也是救得相当漂亮。23-16，蔡佑群的发球。龚诗文这球还是被救到。好，黄曼雅2号位的这一个点啊，现在反倒是比较有突破的机会跟空间。17-23。没错啊，那个 Bree 现在在场边啊，因为他的脚还好，没有特别大的伤害啊。不过还是要观察一下，说他刚刚有陪着练球啊。对，整个走路起来其实也还 OK， 还 OK， 对。因为其实上礼拜大家很紧张，因为他自己说有听到一声，哎呀，好可怕！真的哈，就不知道是哪边怎么了。不过还好，检查之后，没有太大的一些伤害啊。24-17。哇，阿累这球打的真的是，对，反应都很快，对，得心应手啊。第一局结束啊，吉屋超跑25-17拿下了第一局。气牌19年，一起疯社群，进入气牌官网
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我有趣的趣事就是，我还是不断的在比赛，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就是一直飞来飞去，当空中飞人。搭飞机会水肿，就这样，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有趣的事是我们两个是同月同日生日。真的，我们两个都是6月8号，我也是认识子瑜之后才知道我们同月同日生这样。我们练完球的时候，教练会叫我们去游泳池游泳，就可以玩水啊，然后消暑这样，很欢乐。那我对他撒娇好了，好，那学妹要乖哦，学妹要乖，妹妹要乖啦，这样。云婷爱你哦 ，Jimmy。学长，我肚子饿了，可以带我去吃饭吗？好啊，走啊。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我觉得我们如果都拿到冠军了，还说有遗憾，实在太矫情啦。然后，但是我只希望我的队友在新的赛季可以平安健康的完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更加的流畅，然后默契也能够更加的好，然后技术再更成熟，这样子。大家可以拿出士气，然后用我们的精神去感染现场的观众。气牌19年，一起疯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好，我们来看看这场吉如超跑跟新北中先11月12号这第一局啊，攻击火力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吉如超跑拿了有15分，新北中间拿了仅仅9分啊。
另外，在新北中线的失误部分也多送给了对手3分啊。那两边的拦网跟发球的差距不大啊。那第一局25比17，可以看得出来，攻击力来，我们刚才在讲啊，整个攻击来讲，新北中线反倒是副卫这边、主攻这边跟中间几乎没有太多的建树哦。对，所以这也是新北中线会打的比较，在第一局打的比较辛苦的部分。那超跑的部分，当然了。不管是这个阿累，还是呢像阿飞啦，还是刘双林的整个攻击，尤其刘双林的4号位的一个主攻的一个威力火炮是够的哦。其实主要像中线这边的自己的失误，确实要再减少一点，像攻击的直接失误啊，或者是在卡巴的失误，这些都是要先避免的哦。好，来看看第2局的情况。小杨的发球哦，今天第2个失误了。你记得好清楚。真的，因为他是生面孔，他不是熟面孔。对我来讲，其实蛮熟的。哇，这球也是失误，两边的第一波的发球都是发生了失误。1比1。打一个时间差，有哦，尾败哦，龚诗文。一定要有一个人先跳出来稳定军心，记得吗？在去年有一场球，龚诗文对上高雄台电，哦，金价几大结婚了，真的，整个被翻船，真的。哎，龚诗文有那个 feel 哦，再1分。对，看他今天的表现可不可以，就如我们刚刚说的，上次对台电的那一场比赛一样，骑兵。你还记得吗？当然，我非常记得。真的，被台电被打惨了。哇，2年前吧。2年前。后来就直接都全部做给他就对了，怎么打都有。对。还有，好球，救回来，再来，转直线也被救起来，龚诗文再来，哇，这个直线救得好，对，贝尔后排，小球，阿飞。塔长线，还是龚诗文，对，连下3分了。没错，确实在女排的比赛好看，就是大家都很有耐性的在打一个来回破的时候，哇，这时候大家应该都没有呼吸，对不对？都很紧张。有一个攻击重心，有一些时候不代表说他一定是多强多，可是重点是你总会觉得在场上就是一份安定感哦。对对对，尤其是在一些紧要关头，他跳出来得分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攻击手的价值。4比1。哇，他这样。阿飞的强项。呀，阿飞这种球就打得很准呐，很干脆了啊。没错。2比4。直线被守住，后排。哎呀，补位的同时，在整个动作上2个人没交代清楚。对。蔡佑群跟陈一如都没有去 cover 这一分。哦，第2局的开局，新北中先开得不错哦。没错。
哇，阿飞，阿飞的这个球还是很重啊。对，尤其他是整个摆背到攻击的这一个过程都是非常流畅哦。主要其实应该也是小杨的球都是有到定点的哦。所以他在看拦网的手是非常的明确。其实讲实话，这当然了，目前看起来 Mira 的一个对不起，那个 Yuria 的整个攻击，如果他的整个进攻能够再强势一点的话，那其实中间也很好打，因为他真的太高了。哇，真的是怎么打怎么有啊嘞！今天其实出手的不多，可是得分效率还是很高。对，不过这颗是有一点熬赛了。熬赛是哦。对，不过还是很顺的。我觉得这个只是小小的一个小问题而已。好，现在是超跑喊暂停啊，3比7。Have nothing to lose. They are playing now, free, okay? But we stop to play. First of all, in our attack, there is no power. They take every ball in defense. Second, our serve is too soft. They have perfect reception. They can play what they want. And the third, easy balls start to fall down. It's impossible. Hey, come on. 这一个很大的重点啊，教练直接聊到就是发球太软了，让对方很好接了。其实我刚刚也想到这个问题。对他觉得发球太软，对方就很容易去做第一波的进攻。再来就是来回波的那个整个防守的一个状况跟攻守的转换上要更积极一些啊。可能要拿出像他们昨天对金华的整个攻防回防是非常快的，因为金华是节奏相当快的一个球队哦。有还有吗？小心！哇，一圈小心！对，小心！哇，不过这个第二局也让真的是一个攻击的重心出来之后，慢慢让西北中线有点打开了哦。对，8比3。对，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哦。好，现在把近况也不错的这高心源给换上来。没错，昨天他也是表现得非常好哦。发球飘过头了。4比8。哇，这球还是一样哦。整个拦网之后回来的球补位上来讲，这第二局比较多的那种衔接上的漏洞哦。对，其实这个补位应该是要在网上就要直接处理掉了，要跟着球到最后一刻。哇，又错失掉了这波的机会了。贝菲跑一个球有点短，可是没有人看吧？哇，这几个球呢，真的就给他有点明显呐。直接突破哦，这球也没打死。对，被抓到。再来一个。这球蔡友群还是4号位的强攻，形成了拦网出界。5比10。哇！然后再稍微调整一下哦。第二局真的状况稍微多了点了，在超跑这边。11比5。过头了，应该是哇，谁触网？好像有触网哦。好，要提出挑战啊。可能触网的是小杨这边哦。
对啊，因为刚刚其实这个网子抖动的整个这个状态是看得蛮清楚、蛮明显，可是到底是谁触网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挑战。有啊有啊，手是很明显的去点到了网带啊。其实自己有时候触网的时候，其实要赶快承认哦，不然就会浪费一次这个挑战的机会哦。嗯。应该抓个2级，连级呀，连级哇，这个球有一点点不应该哈。对对对，其实像这种失误真的要减少哦，不然一分一分就很容易被追上。是，好，这好不容易领先的优势，现在又是平白无故送了2分出去啊！现在是新北中心喊暂停，11比7。To come back in the rhythm, okay? We lost the rhythm totally. 对，超可爱。你觉得没有？我真的觉得没有。可是你这个很大哎。我刷神经不好。偏上偏下一点。真的。来，再来，加油！向前！对。好，双方都要稍微再绷紧一点啊，对，绷紧一点。11比7，目前西北中心的领先从原本的6分，现在缩小成4分。小杨继续发球，7比11。打点哦，对，点打得很刁钻呐。对，必须要这样子，因为其实像上一局他们就是有很常这种挂网的攻击失误哦。那如果像这种修正球来打一个高打点的方式来处理球，我觉得会比较恰当。可是我怎么觉得防守球员卡隆不叮当？但是因为这是毕竟他是从拦网的高度上面过来的，所以其实在防守确实是比较不好守的。对。好球，还有，再来，哇，补得漂亮啊！对，补位都很快。打一个时间差，哦，这球还有没有？小心啊，小心啊！对，其实小轩也是很拼哦，他之前其实也离开了企联一段时间哦，到去年其实是来帮我们台电打了1年，然后今年又加入了超跑。可是他的灵活度还是很高哎，对，相当的高，保养的很好啊。对。哇，太早跳了，这球对。对。8比13。哎，勾没勾起来啊？这还是一样，有些时候你就看这个球做的，如果说第一时间那个 timing 不是够快的话，这个球没有做出来，人往里面跑，基本上没什么角度了。对，只有一个角度，就是往他的顺向去打。是，对。真的是现在的排球，真的节奏都不能慢下来啊。该快的时候要快，该慢的时候要慢。对，这个球还好。还有，再来。还有。阿飞，有点靠网。
想要打一个台阶没成，后排关公拜佛给拜了回去。哇，这一球就败不了啦。好，其实啊，阿贝这样打连续几颗来回破，挺辛苦的哦。对，这一球就变成泰山压顶了，没办法败起来了。哇，其实你可以真的看到，阿飞现在当然就像刚刚梦话讲，还没有办法跳到原本的水准，可是点打得很准。没错，对，整个经验都还是非常好。10比13，平行快攻没打死。哇，对，出其不意的这样的快攻，像我刚刚其实就有想过说，哎，怡珍，快攻突然怎么有点隐藏起来了？对，是因为他有在想。在快攻要在什么时间点来使用是好的哦，像他这个时间点就抓得非常好呀，马上把分数逼近，仅差2分。现在是新北中线的暂停是3比11。没关系，好球，再来。一个，再打一个。又是中右，哇！林奇龙又飞出去，对，奇龙，哇！稍微可惜了一点。哇，这一阵子整个新北中心突然间找不到准心了，对，稍微有点连续失了几分哦。哇，林奇龙真的是快哦。对啊，这鱼跳动作好美哦。还有，哦，这几个领先的分数真的被极速超跑给完全追上，最多差到6分呐。对，因为现在中线的攻击目前又稍微有一点点的碰壁哦。那其实他们一直往场内打，其实是。不是一个好选择，因为毕竟他们的超跑的防守确实是做得很扎实哦。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再多突破，用个 touch out 的技术去突破。对，其实打那个路线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打不死啊，你除非是有更好的手腕的一个技巧，对不对啊？对对对，不然其实像一直往场内打，完全其实是对小轩来讲，其实都是呛死哦。阿宝。哇，香美丽啊！对，哎，这个球闪掉了嘛？闪掉了吗？闪掉了。对，要再看主审怎么判定。没错，闪掉了。我刚刚以为是没闪开，闪掉了。好球，他知道。不过现在还是希望在中线的发球上需要再多做一点强度哦，尤其现在都也发给小轩，所以他应该也是要发给超跑的高星源大炮这边来做突破。哇，再是中间的突破。阿累今天其实球不多啊，可是就是刚刚讲了，中间的这个得分效率一直很高哦。对，因为用的时间点都是很好的。
没办法打不穿。现在等于是拦网高度是整个前排是整个极速超跑最好的一个高度啊。对，因为像中线目前啊，他们在攻击搭配啊，因为其实是一开始在龚诗雯这边其实得了很多分，那举球员就一直很想要硬塞球给他，跟之前的台电状况有点像。姿雅的得分率很高，就一直塞球给他。那他已经有点忘记要怎么去配球这件事情，他没有先把对方的拦网先先调开，然后就一直塞球给诗雯的话，这样子对诗雯压力会有点大。16比16。还有，真的是高啊！对。哎，这有假动作，其实蛮明显的。我刚刚看就想，怎么怪怪，就知道球会过来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以前当这球员的时候，我会一直盯着球，不管球是不是有到我这边，我都会跟着球一起动。对，这蛮重要的。对，很重要。哇，又是一个对打点拉高啊，打一个台阶。17比17。哇，真的是居高临下啊！对，其实我觉得可以多用啊，因为毕竟它还是有威胁性的，可以做球可以搭配一下，让他多打几颗球，把对方的拦网吸引过来之后再去举大炮，这样子应该会比较有利。18比17。哇，发球没能够掌握，可惜了。对，蛮可惜的，已经在后半楼。哇，这球给谁了？对。他已经在后半，已经是2个都是自己的失误哦。19比18。好球！好球！好球！哇，再来，再救一个漂亮！快攻！哇，对，这个时间点就对喽。这一球时间点对，不过又是出界。没关系，我不看结论，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好的，对，这个配球是非常好的哦。这个时间点是用的很好的。其实贝尔现在在攻击，他应该是要想着直线去突破，因为直线这边的拦网是小杨。放短，界内。对，应该是界内。呀，这球压线。哇，这球一样啊！那个 timing 其实你真的去看，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在于说，经营现在跟整个新北中线球员的搭配来讲，就是比较难看到那个第一时间就很顺的到那个点上，都会在 timing 上有那么一点点的，都要让攻击手要稍微再去调整一点点。对，尤其现在真的是要把握小杨在前排的时候，赶快攻击手要打他那边哦。哦，这一次是。超跑对，应该是怡如的一个触网，怡如的触网呀。
你说不看结论，大家都记得了。对对对，对我很在意这个过程。对，20-21。哦，有这一分追上来，21-21。对，其实阿宝在前排，他也很可以活用的哦。嗯，其实他在打 B 啊，以及他的单脚其实都很出色。哇，这种点扣啊，对，干净利落。对，其实如姐在前几届的气排联赛，其实她的攻击效率没有像现在的这么大力的感觉，对不对？志平哥，你的想法是怎么样？没有，我就觉得他一直就是保持得很好，而且他中后半的体力他都能够维持那个弹跳的速度，对，而且技巧性就变得更纯熟。对，那。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因为他是少数，比如说你要叫姐的嘛啊，能够保养这样，我都觉得很不容易，相当好，而且那个气毒性还是很强。真的，我现在连看气排球都啊，好快哦，好可怕！我已经没有办法，眼睛跟不太上了。你说你看气排觉得好可怕？对呀。哇，你这种讲话真是蛮欺负人。你看很可怕，那一般人怎么办？啊，没抹到。对，但是也造成对方混乱哦。22-22。哎呀，这个球直线转偏了，球出界。阿飞的这个直线球出界，也使得目前先拿到23分，是新北中先23-22。好，现在是急速超跑的暂停，1分的差距哦。Let's see now how we react on this situation. Okay? End of the set. 23-22 for them. What we have to do? First reception. Focus on receive. Only receive, nothing else. We have someone who will attack. Only receive. They move our reception on 3 meters. That's why we have problem now. So focus on receive. Perfect. Perfect slide out. Okay? Come on. Yes, come on.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真的把球啦降过后啦啊，村内都不重要了，干供了啊。因为这后面的这2颗球其实都是接发球没有到位哦。嗯。好，现在关键的第2局啊，新北中先的机会哦，23-22，里贝尔的发球。啊，做一个交叉的一个时间差没打死，阿飞，哇，阿飞呀，嚯，这个直线真的是完全是一枪毙命的这个打法。对，其实，在中线的拦网对应上，其实确实要先把阿飞直线给拦好哦。因为其实斜线还有一个奇荣在啊，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因为阿飞其实是打8股的，那他在后半这边突然打来这边的大炮的话，要赶快做一个调整。哇，关键时刻其实是机会啊，可惜了。对，黄曼雅的这分啊，直接是没有能够打在界内啊。对，从18分开始哈，都是很多的自己的攻击失误哦。24-23。被拦回来，再给曼雅。还有吗？来不及了！哇，林奇荣虽然说飞奔过去，还是慢了半拍。第2局超跑25-23拿下，局数2-0领先。有，就是平时上，就是生活，不管球场上还是球场下，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刚进来会特别照顾我们，然后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球队。有，我觉得就是在球场上，然后像上次开幕战的时候，其实学姐都就是失误，她都是鼓励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有。
就是学长们在场上都会鼓励我，不然就是叫我放开来打，就不会让我那么紧张。然后在场下的时候，他们会带我去玩或者是吃饭之类的，培养感情。气牌19年，一起封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就是玩手机、玩游戏、打电动，然后不然就是好好的在宿舍里面休息。我喜欢出去外面走走，因为自己喜欢到外面散步，然后逛街、听音乐这样。我是尽量都待在家里，比较喜欢睡觉。对，我也是，就是因为平常比赛跟训练都很累，所以只要难得有放假的时候，通常就是待在家，然后追剧、看电视之类的。确定要问我吗？我从休赛季开始就是一直的比赛到前几天才回来，所以我就是不断的练球、比赛、练球、比赛、练球、比赛。就是休赛季的期间，还是会不断的保持球技，然后放假的时候会跟朋友出去玩。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有就是平时上就是生活，不管球场上还是球场下，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刚进来会特别照顾我们，然后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球队。有，我觉得就是在球场上，然后像上次开幕战的时候，其实学姐都就是失误，她都是鼓励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有。就是学长们在场上都会鼓励我，不然就是叫我放开来打，就不会让我那么紧张。然后在场下的时候，他们会带我去玩或者是吃饭之类的，培养感情。第二局的情况，在双方的攻击部分，其实有所提升的是新北中先呐、那两边打得相当的接近啊。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真的就那么一点点细微的差距啊。尽管新北中先的进攻得分率啊是提高到7%，不过在整个拦网跟整个失误的部分呢、几乎超跑就是比新北中先好那么一点点啊，25比23。第二局双方打了29分钟。那攻击的部分呢，阿飞在第二局跳了出来。那在整个新北中线部分换上了龚诗文之后，第二局也有一些的这个建树啊。
那攻击点呢变得比较多，不过整体而言还是在一些细微的一些的这个失误啦、发球跟一些连接球的部分啊，还是对新北中信人还要能够更加的稳定一些。第3局放短，哇，这就还是慢了。打一个时间差，哇，还是被锁定，还是被锁定。就是现在比较有趣，就是当然这个球大部分都没有能够掉开了啊，都是集中在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让防守球员、拦网球员真的不需要什么移动哦。但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有做一个组织攻击搭配，我觉得是个好事哦，因为你去突破嘛，那剩下就是剩攻击手他要怎么去利用他的技巧去突破。哦，好球！这是一个漂亮的拦网。对，有抓到了。抓到了阿飞。对他们确实要利用，就是抓到他们一个非常厉害的学姐，一个很漂亮的拦网之后，应该是要更激动吧？我觉得要更有那种气势，想说要把整个队带起来的感觉要再多一点哦。好球啊！这是一个交叉的掩护啊，漂亮。对。往背飞出来之后，切进来的是蔡佑群。放软，大斜线。哇，这就还是一样哦。整个攻击的火力看得出来，两边的一个强度啊，还是有一些的落差。主要应该是在怡珍这个举球部分，确实调开了中线的拦网哦。一下下变做一个1-4，现在新北中线喊暂停。好，在这个暂停过后，来看看现场的状况啊。好球。对，曼雅其实应该也是很想要、很努力的去积极要求突破。但现在其实怡珍目前在举球的时候是调开了对方的拦网，那我觉得在之后的每一场比赛，其实在要对战超跑的对手，他们必须要去研读一下怡珍的举球的一些惯性以及手势，来去预测他可能会举哪里。那在中间手拦网的部分，就会比较好去做判断。打长线这就被守住啊，后排。哇，这个还是有啊，有 touch， 有 touch。直线也被顶起来，哇，这还有，再一个，
哇，有点凌乱哦。对对对。几波的进攻之后，最后收单的还是阿飞啊。对，怡珍在这几颗的配球稍微给如姐2颗球都有点低哦。给阿飞的这颗球也有点快，这我想应该是他们就必须要去做沟通的地方。小球没吊死。好，这还是一样哦。黄曼雅真的是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哦。没错。当然比较辛苦的在于说，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中间的运用啊，所以就只能够让两边硬是锤啊。其实对方的拦网也都是重兵在看着啊，在看管着哦，这是打起来比较辛苦的地方啊。对，所以曼雅其实攻击起来也会比较辛苦。快攻！哇，这球真的是用生命在拼搏啊！对，阿飞，还是一样，他的球质重啊，所以硬是啊，让这个拦网的部分还是吞了下去啊。对，阿飞在攻击前可能就已经有看到中间手其实是尤利亚是来不及拦网的部分哦。快攻！好球，还是守起来。再一个，打长线，还有好球。哇，这球又给的失误了。哇，在整个出手的细腻度方面，还是比较明显的失误哦。对，静怡这边，我觉得他在举快攻的时机点，我觉得还要再稍微找一下。虽然他有在用快攻没有错，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时机点都举快攻不是最好的选择。有，这第2局的整个状况，新北中线是有一些的这个起色啊。这个第3局目前是到目前是2分的落后啊，5比7。哇，还是被打穿了，又是阿累。打一个时间差，好球拉开了，好球。对，确实。不过我觉得这一波第一颗举快攻，我觉得也不是最好的时机，因为整个前面的拦网在超跑拦网是准备好的状况下来拦尤里来的球，我觉得就是这个时间点不是最好的。虽然这颗有得分啦。这球打到了标志杆了。还是被拦回来，哇！接连几次成功的拦网，分数追上来了，8比8。哇，真的是哦。
好，这球顶起来。快攻，再补一个，哇，果然啊，对，前一个没搭配好，不过马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不管是往前往后啊，那小杨很敢给啊，那你也知道你的这个中间快攻手做得到。嗯，没错，纵使这个攻击的步伐虽然不是非常做得非常完全啊，但是只要有敢给的话，中击手可以处理，都可以造成对方的混乱哦。呀。哇，又是一个拉出来，平行拉开，可惜啊，雷贝尔这个球还是打偏了一点啊。对。看网球，救起来有。中间的快攻有抓到。转直线，哇！这球又是把角度给打开了。对，整个球点都有拉高哦。从原本的这个平手，马上又看到一波小高潮，再把这个领先的分数给拿下啊！现在领先的分数到达3分，现在是新北中线再次喊一个暂停，8比11。好球，阿宝。对，要趁着中间的阿宝在前排要多使用他哦，因为其实阿宝，比起来他确实是灵活很多哦。啊，这球角度有啊。主要是中间手，超跑中间手是如姐有被阿宝吸引到哦，所以可以造成一支拦网哦。零星的火力讲实在真的还是不太够哦，所以今天就看看新北中线能不能是不是那个整体的那种战力要能够衔接的更顺畅、更顺畅哦。主要是因为现在超跑的到位率搭配的次数很多哦，所以就要考验着中线在发球是否能够去破坏对方的接发球。对，放短，这球我来不及了。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确实哦，在发球部分，如果给对手威胁性不够的话，确实很难抢得先机哦。对，应该是在做发球，甚至在做每个动作都是有攻击性的哦。11比13。还有，
再一个阿飞，连续3波。龚诗文这球也是没打死，还想要一个他叫加曼，好哦，好不容易啊，曼雅，曼雅加曼，我想说我刚刚是不是叫错？哦，这几球黄曼雅的整个火力慢慢的这个强化起来之后，追成了12比13。对，整个曼雅的攻击重心有拉回来哦。嗯。只差1分，12比13。哇，这球没配好，中线的机会。哎，龚诗文再1分，追平了，13比13。好，这球也逼出了极速超跑的一个暂停啊，双方平手。Nothing. Our energy is a little bit down, but they are playing too. They are playing good. So we have to fight for every ball now. Just think about the next ball, okay? The set is not finished yet, and game is not finished. Okay? Come on, let's go. Come on. 这真的要一直提醒了，当然就有时候不能松懈掉啊，就对方也越打越好啊，所以说真的是要比赛没结束前都要是维持最大的一个专注啊。对，其实我觉得像这种事情，我觉得在练习的时候就要保持这种的一个积极度啦，包括你可能在比赛前一天，你要去预想你比赛可能会遇到的所有状况，我觉得那都是必须可以去做一些意向训练的。Yeah. 哇，这2个球又是一个强势的发球，所以说我们刚才提到，这发球真的就是第一波的攻击哦，所以发球给对手更多的威胁，这是一定要的哦。尤其像贝尔在场上，应该就要有非常的自觉，就是发球都会找他哦。还是没接好。哇，又被阿飞这接连，你看在这个暂停过后连抢了3分啊。尤其是阿飞打的这个 C2 是他的专长啊。短球，邵英霞是超跑出网。对，要有耐性啊！我觉得被拦了没有关系，确实一定要把卡巴的摆正要摆好，然后再来做第2波、第3波的突破，然后等到也是有可能会对方会有失误的时候，像现在这样子，所以一定要有耐性。哇，真的是完全是挑战最高的阿累，对，完全被抓得死死的。确实，阿累他也是充分的利用了他的高度哦。
哇，来不及了。不过确实这几波的中线接发球有一点状况哦。嗯。2分的差距哦。后排，曼雅放短，还他一个，哇哇哇，没有注意到，哇，这球右掉的角度跟整个跑动的路线，再是没有能够有一个好的默契哦。对，祁荣没有注意到，刚刚的贝尔是在中间这边哦，觉得太长了一点。哇，再是一个刁钻的角度，哇，真的是确实从13-3啊，那个暂停过后，整个吉如超跑的一个进攻的火力啊，跟攻击力又有所提升啊。对，因为超跑其实也看准了直线是近你的拦网哦，所以一直往直线突破。接发球确实不断的出了问题哦。哇，一下下变作是5分的差距了。贝菲跑一个，哇，又是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对，毕竟他面对的贝尔高度没有像尤利亚这么高啊。17-21，哇，整个发球的节奏都完全不对哦。对，放短。Nice cover。哇！好。对，其实这也算是中间的一个失误啊。这个呛死刚刚稍微要再珍惜一点哦，因为其实这个拦网touch球，其实球是一个不规则的旋转，曼雅在接这个球稍微要再谨慎一点哦。呀，23-17。哇，上去之后的角度完全打偏了。对。赛末点了。啊，这一球最后还是给落在了新北中线的场区。比赛结束啊，吉如超跑再次击败了新北中线，也拿下了开季的一个3连胜。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
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加入气牌会员，加入气牌会员，掌握赛事一手资讯，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我觉得我们如果都拿到冠军了，还说有遗憾，实在太矫情啦。然后，但是我只希望我的队友在新的赛季可以平安健康的完赛。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更加的流畅，然后默契也能够更加的好，然后技术再更成熟，这样子。大家可以拿出士气，然后用我们的精神去感染现场的观众。气牌19年，一起封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我有趣的趣事就是，我还是不断的在比赛，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就是一直飞来飞去，当空中飞人。搭飞机会水肿，就这样，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有趣的事是我们两个是同月同日生日，真的，我们两个都是6月8号。我也是认识子云之后才知道我们同月同日生，这样。我们练完球的时候，教练会叫我们去游泳池游泳。就可以玩水啊，然后消暑这样，很欢乐。那我对他撒娇好了。好。那学妹要乖哦，学妹要乖，妹妹要乖啦，这样。云婷爱你哦 ，Give me。学长，我肚子饿了，可以带我去吃饭吗？好啊，走啊。喜欢运动赛事就来 HubSport 频道。HubSport 频道，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其实因为今年我们球队的异动不大，然后外援也没有变，依然是我们的最强左手外援毕亚，然后加入了 HBL 冠军的班底，子云还有梁代。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力拼卫冕冠军。因为今年就是有新血的加入，而且我们也是新的球队，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队上搭配能够更加稳定成熟，然后能够更加有默契。为球队拿下好的成绩。我们会尽量磨合默契，然后尽量多一点沟通，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球队，就是我们也比较少时间可以磨合，所以希望大家在场上可以多一点的沟通和声音出来，这样。好，
好，我们今天赛后访问除了教练之外，怡轩跟佑群在我们的这个现场。Hi, Coach. Congratulations again. Thank This you. team now is the 3-win in the total game, right? So compared to last year, this team now is more stable. I think you are in the right way, and everyone can contribute their effort. So what's different, and how you to teach them they can play so stable? First of all, it was a great weekend for us. We played 2 games, 2 victories, 6 points maximum. So it's a very good result for us. Yes, we are very stable because we are practiced like that. It's more discipline, more thinking about every skill, you know. And they are listening very well. That's why we are playing. 对，教练也提到说，他们真的这一个很棒的周末，连赢了2场，而且是连赢6局啊。那当然，现在我问他是不是真的这球队跟去年比较起来是更稳定，他说没错，因为他们练习的也就是这么稳定的在练习，那他们就真的能够把这些技术面的东西变得更纯熟。Your team, Son of Blend is very senior, so you think is the key point. They can show in the chemistry and very smooth to play every game. Yes, we are working on that to have good chemistry. I think that's very important if you want to make some result, you know. So today we missed some energy because yesterday we gave everything. Yesterday we played really good game. Of course, today we win 3-0 straight, so that's important, 3 points. But I hope next week we're gonna play even better. 这我也问他说，感觉起来这个球队现在有相当好的化学的一个效应，大家的这个状况有很多资深的球员，那感觉起来化学效应不错。他说没错，虽然说他们今天有一点小乱流，是因为昨天打了一场相当精彩的比赛，不过当然了，看得出来这整个团队的化学效应确实是在现在的整个队形当中，也让他们变得是格外的这个稳定。来，怡轩呀。2年不同的球队啊，那你在今年的展现，在去年不管在台电，今年在超跑，你的整个这个防守的一个角色越来越吃重，而且感觉起来跟这个球队可以说运行的越顺畅。今年是不是让你自己是不是又回到球场那个感觉，要比去年来的更好？对，因为去年从很久没有在球场，所以就花了很多时间在恢复自己的肌力，然后跟培养在比赛的那个球感，然后我觉得今年是因为有了1年的去年这样的经验累积，所以今年回到球场其实是很熟悉，就不会像去年的陌生感其实是很重的。那2个球队各有特色啊，因为台电本来就是个很强的队伍，那极速超跑在这2年比较多有一些起伏哦。那所以说，你觉得你在今年在极速超跑的角色，你会最看重哪一个部分？当然首要就是接发球，因为我们的攻击手其实都很有能力，所以就是有稳定的接发，才能把我们的组织进攻发挥得出来。所以这就是我的首要的工作任务。好，那我问你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现在的极速超跑遇到高雄台电，你觉得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请大家下礼拜来凤山体育馆。对，对。好。佑群啊，这几年其实因为以往从17年开始，你们有一个铁三角。那去年因为又有人受伤啊，比如说阿飞才回来，所以去年相较之下，你的角色变得比较吃重。那今年整个阵型又补强之后，再加上举球，今年打起来是不是觉得跟去年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因为今年就补了很多厉害的学姐嘛，那我在可能压力上没有那么大，然后学姐也会给我很多经验，所以我觉得成长蛮多的。那今年你自己有给你自己设定？我知道去年像比如说你自己在除了球队的训练之外，你自己还会有更多的一些自我的一个训练。那今年有什么设定一些目标，还是怎么样去调整自己？我今年就是完全跟着超跑在做训练，对，那就没有两边跑了。那训练的规划就是跟着球队一起。Okay, coach. All of Lens say team have a good player in every position. So this year, everyone hope they can get a win in the final. Are you thinking like this? Yes, we have good players on every position, and I insist that we play as a team, not as an individual, just as a team.
as a team we can make something for sure. Okay. I hope so and good luck. 那我最后是问他说，其实每个队，因为球员都讲每个位置都补了很好的球员，那对，那教练也提到，没错，每个位置都有很好的球员，可是教练的角色就让他不是单独的各个人，要让每个个人都变作一个 team， 一个 whole team。那确实能够在今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他也期待。OK。Congratulations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好，我们再度谢谢3位，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在转播台上的梦话。好的，今天非常恭喜极速超跑拿下的胜利哦！这一周的比赛总共是2场6局的胜利。那超跑其实也有稳定的补了小轩以及怡珍的部分，其实让他们整个队形打起来是非常的流畅哦。那再来是中线的部分，其实前半他们在发挥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很好，但是后半都属于比较多自己的失误，就稍微比较可惜一点，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整的发挥整个队的效应哦，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部分。这个球队都需要时间磨合了。当然，我们很期待，就是说，在整个这个新北中线，其实我们一直强调也有很好的补强。那怎么样磨合，花更少的时间，让球队的状况能够慢慢磨合出一个状况？那其实就像刚刚你也可以看到，极速超跑今年各个位置都补得不错，可是也就是要一个磨合的速度跟磨合的经验，但只差在就是说。超跑的球员都是比较有经验的啦。对，没错，我觉得磨合其实也急不得啦，因为我觉得很多状况都是在比赛当中你才能够去体验的，有些状况在练习当中是没有办法去琢磨的，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比赛都是对未来来讲都是非常可贵的经验哦。我们也希望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啊，都能够看到球员的成长、球队的成长，也让这个比赛的过程能够变得更加的精彩啊。那当然。期待的是每个球员都能够在自己就位置上跟团队的战力上啊，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化学效应，那让比赛变得是更好看。没错。好，我们今天来看看在赛后的整个数据上的分析啊。新北中线的攻击拿了36分，超跑拿了44分。那整个拦网的部分，超跑拿了6分啊。那重点还是失误，新北中线还是多了一些，所以说整体而言直落3，让极速超跑能够过了这一关，也取得了。第3场的一个胜利。那今天的整体表现部分，极速超跑在前排的状况，当然阿飞拿了15分，蔡佑群拿了10分阿累拿了7分。那黄麦雅这边在整个新北中线拿了11分，那龚诗文7分，李贝尔是5分。不过大致上来讲，在攻击部分，目前新北中线还是需要再有一个更稳定的一个主力的一个攻击啊。那在这场比赛之后呢，接下来是男生的彰化3大有线跟联庄排球队的一个交手，我们也希望。在男子的部分啊，联庄现在一样是有很好的一个状况。彰化3大有线在上礼拜拿下了今年的第1局，希望还有更好的表现。今天再度谢谢梦话在我们的身旁的一个精辟的一个解说。接下来梦话会在哪一周出现？下一场还是会出现。那过下一周的话，应该是第3周吧？第3周，对，现在第3周。好，期待下一场男子的比赛，再跟大家继续看比赛了啊！我们今天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谢谢梦话，谢谢大家，下场球再见，拜拜，拜拜。